不是，你这有点太偏心了吧？我吹牛你就凶我，轮到他了竟然还护着。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亲爸呀。我亲爸，他早在15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爸爸，你要去哪儿？景明不舒服，景明害怕。跟你那死鬼老妈一个德行，不舒服你就赶紧回家待着。爸爸是不是也要离开景明了？你这小瘪犊子倒是随了我的脑子，够聪明。不错，老子是要走。那爸爸带着景明吧，景明一个人害怕。带你干什么？多张嘴就是多个累赘。景明吃的很少的，爸爸带着吧。开车。爸爸，爸爸。卖娃娃，卖娃娃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爸妈呢？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爸爸也离开了。叔叔，你要买我的娃娃吗？很便宜的，一个只要2块钱。不过这个要贵点，得3块，因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小朋友，你这些娃娃，叔叔都要了。讨厌！那叔叔你等一下，我算一下，2块、4块。不用数了，叔叔替你算好了，一共9块。叔叔你真厉害！那小朋友想不想要一个厉害的人当爸爸啊？想。所以，到现在你还是不明白，我要的根本就不是钱，不是钱。我问你，你现在干的哪一样不要钱？就连你出国留学的钱都是我给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景明他过2天就要出国了，这一去啊就是4年。儿子，他说的是真的。爸，我本来准备过2天告诉你，没事儿，你出国留学，爸也跟着高兴，放心去吧。到时候我会跟景明一起去，至于你，就好好守着你的垃圾堆吧。我看你们的父子情能坚持多久。爸，我以为录取通知书还要等2天，谁知道提前发了，才没有来得及通知你。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。好了，爸相信你，儿子有出息，爸替你高兴着呢。谢谢你，爸。傻儿子，说什么呢？爸，你放心，我去了国外一定好好学，回来带你过好日子。你在国内注意好身体。爸的身体好着呢，倒是你去了国外，记得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爸，放心吧，爸。这不是当年求着我做终身教授的埃克拉学院吗？正好给学院的老教授打个电话，让他照顾一下景明。泰尔教授，好久不见啊！爸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学校那边的泰尔教授说愿意带我，他可是古董鉴定界的大佬，相信有了他的指导，我的学业肯定会事半功倍的。我就说我儿子到哪儿都是最优秀的，加油！老爸看好你。老爸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记得照顾好自己。等我回国开公司挣了钱，到时候给你买新衣服，住大别墅。好了好了，你俩意思意思得了。景明，你快去准备登机吧。爸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落地了记得给爸报个平安。李天强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儿子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怎么回事？他的眼神为什么变得那么可怕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个收破烂的。我就说嘛，你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大本领？施总，听说您这次去外地考察，是准备把江氏的珠宝产业再扩大一个规模，是真的吗？施总，听说贵公司有个顶级珠宝大师和您的关系匪浅，能说下2位什么关系吗？
那不是石氏珠宝集团的总裁石书瑶吗？要是能攀上他，岂不是飞黄腾达了？大家有什么事儿，直接问我就好。石总，这是冲我来的？石总，我知道我的魅力换谁都无法抗拒，可这次我是为了……飞往中国的8266航班即将起飞，请旅客们静默引擎。老爸，我说你跑什么啊？你女儿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再怎么说我也是江市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吧？不是你拿不出手，而是老爸我比较低调。要是让你逮住了，人设不就崩了吗？人设，老爸你可真有意思。你说你当时养我们仨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事儿，怎么到了景明这儿顾虑这么多？景明那小子被亲爸抛弃后，做事谨慎得很，生怕做错什么。我隐藏身份就是怕他压力大。看来有时候太厉害也是一种无奈呀。董事长，您的养子石景明已经回国了，并准备在江市开设一家以您命名的珠宝公司，据说是为了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。好，很好，我就说景明这小子肯定不会让我失望。来人，备车，我要去见我儿子。董事长，怎么了？我这空手过去不太合适吧？还是问一下景明吧。这几件都包起来。哪用得了这么多？随便买2件不就行了？那不行，老爸，在国外这些年，要不是有你，我还不知道原来日子还能那样过。现在我学成归来，还得到了泰尔教授的资助，花这点钱算得了什么？景明，听说你回国了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这回来也不跟老爸说一声？回来的着急给忘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。别急嘛，爸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准备开珠宝公司啊？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刚刚说这些衣服全部包起来是吗？对，全包起来。我要在开业那天让我爸风风光光的上台。不说了，先挂了。看来景明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啊！去把我的3位女儿叫来，我要给景明备下大礼。是董事长。景明已经回国，并准备以我的名字开设公司。我这个做父亲的必须为他加把大火。老爸，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舒瑶，你携1000万注资合同，届时直接打入景明的新公司。没问题。清河，你携带1级鉴宝大师凭证，去给景明的新公司做背书。好的。婉清，这2天推掉所有的活动，为景明的新公司做代言。小事儿。这次我要让景明出道即巅峰。石总，恭喜啊！听说石总不仅是顶级鉴宝大师泰尔教授的弟子，还在他的帮助下开了这个公司。何止，石总不仅才华出众，还特意开设尊父宴来表达孝心，真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啊！景明这孩子真是想给我个惊喜就惊喜呗。
弄那么大阵仗干嘛？大家安静一下。看见没？那是我儿子，我儿子，帅吧？怎么看都不像亲生的，还你儿子？女儿怎么还没到？宴会马上要开始了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其实不仅是为了庆祝公司开业，更是为了感谢对我最为重要的人。是他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，并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同时，也是因为他的支持，我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儿子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。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他的支持和陪伴。现在呢，我也长大成人了，你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容许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的父亲。我是他父亲，我是他父亲，他就是李天强。天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你爸，为什么不能来？什么？石总竟然有2个父亲？听说石总出国前有一个捡破烂供他上学的老爸，不会就是他吧？那看来这石总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孝顺啊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，咱换个地方。怎么不是了？今天有什么事儿，一口气在这讲清楚。石不凡，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少插嘴，他是我儿子。你儿子？怎么？他是你生的呀？景明，你说我俩到底谁是你爸？首先，我很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照顾，可今天是我的大日子，所以还请你出去。石叔叔，叫我什么？石叔叔？怎么着？听不出好赖话是不是？赶紧滚！你真是这样想的吗？这话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老头怎么还死缠烂打？刚刚他就一直跟我说石总是他儿子，结果人家根本不认他。就是啊，脸皮真厚。我要是他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景明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个捡破烂的，你给不了景明想要的生活。看到这身衣服了吗？阿玛尼的，花了5万多，买得起吗你？所以是因为钱吗？我也有。对，就是钱。因为你就是个捡破烂的，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我跟你在一起过够了。自从跟了我爸，我才知道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精彩。豪车、腕表、美女，你都给不了，所以请你滚！景明，你怎么变了？以前你不会这样的。你要是受到什么刺激了，跟爸说，爸帮你。你帮不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能给我的，从来都只是洗到发白的衣裳和在路边摊买的一穿就裂开的破鞋，还有没用的破烂。景明，这不是你以前的娃娃吗？这东西你怎么还留着？因为这是你最喜欢的。少来这给老子打感情牌！你来不就是看到景明飞黄腾达了，想要高攀吗？说来说去不还是钱？既然你想要钱，我给你。对，我爸说的对，你每天捡破烂是为了钱，来这儿也是为了钱，对吗？这才是我儿子。这俗话说呢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这石总要是跟了这个捡破烂，说不定现在正在那个垃圾堆呢。幸好我当初跟着我爸去了国外留学，不然说不定真要和你捡一辈子破烂了。说得好，来人，把这个碍眼的老头给我打断腿丢出去，下半辈子我要让他跪着要饭。石景明，怕我干什么？拉出去！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，非要让老子动手是吧？
珠宝公司总裁石书瑶携1000万注资前来支持。顶流明星石婉晴携价值上亿代言前来祝贺。1级鉴宝大师石清河携顶级背书前来祝贺。爸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爸，石总，您认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可能会是您父亲呢？给我住嘴！怎么样，伤着没？没事儿。那不是1级鉴定大师石清河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而且看样子和那个收破烂的身份还不一般。老陈，何止啊！你看，顶流明星石婉晴也围在他身边。可那废物养父我比谁都清楚，他不可能和这3位掺上关系。真是个白眼狼！没想到苦心积虑的培养你，竟然教出了你这么个畜生！哎，就算你是总裁，也不能上来就抽我儿嘴巴子吧？我看你也欠抽，知道他是谁吗？就动手。这石总有点也太不讲理了吧？哪有上来就打人的？看他们好像一直在护着那个收破烂的，难道说他们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只是看到我受到不公的待遇，打抱不平而已。我就知道，一个收破烂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你们仨就这么打了人，总要给个说法吧？哟呵，你不服气？服了还不行吗？对了，3位美女，你们为什么会突然来这里啊？想必不是路过吧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泰尔教授回国前说过，在我开公司的时候会有他的老朋友来给祝贺，看来就是3位了。哎呀，早说呀，这不是闹了个误会吗？不过跟3位也算不打不相识了。那犬子以后的事业就要仰仗3位了。跟谁套近乎呢？怎么又打我？怪不得那个小畜生想象力这么丰富，原来是遗传了你这个老畜生的脑子。石总，你这有点太不讲理了吧？就算你是泰尔教授的朋友，也不能这么蛮横吧？这蛮横怎么了？你要是想你的珠宝公司好好开下去，就给我低调点。这仨小棉袄可比那个捡来的军大衣好多了。舒瑶，你们先下去吧，气出的也该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让我自己解决吧。石景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捡破烂的机会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把你这破烂玩意儿也带走。晦气！罢了，15年的真心就当喂了狗。老东西给我站住！你敢说我儿子是狗？我是狗，也不知道谁经常在垃圾桶里面翻垃圾，在菜市场为了2毛钱和卖菜的大妈吵得不可开交，连男人最基本的尊严都丢了，从头到尾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窝囊废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养你？我要你养了吗？法律规定要你养了吗？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贱，膝下无儿无女，老婆也没有，指望我给你养老？做梦去吧！哎，爸的脾气你知道，犟得很，只有让他看清杨子的真面目，他才会死心的。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爸受辱吧？放心好了。虽然不能直接出手，但咬点人还是可以的。在你心里，就是这么想我的。对，这石总也太没良心了。是啊，我对仇人说这话都要掂量掂量，更不要说是养了自己10几年的父亲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良心能值几个钱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马上就是海城最有名的珠宝总裁了，到时候你们可别上赶着求帮忙就好。我爸说的没错。换成你们是会巴结一个穷收破烂的，还是我这个珠宝界的新星啊？这石总虽然嚣张了点儿，可说的句句都是现实啊。是啊，毕竟这个世界还是拿实力说话的。谁让这个养父是收破烂的，人家是老板呢？想不到我鉴宝半生从未出过差错，到头来竟栽在你手上。珠宝有痕，人心难透啊！哟，还挺识相，都不用我们自己赶了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怎么了，爸？
么？那么紧张干嘛？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刚欺负我们石总的那一个。石总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想必各位也是来为我儿子祝贺的吧？来来来，里面请。奉董事长之名来此赴宴，特此献上1000万资金，顶流明星代言权，1级鉴定大师背书。爱死你了，老爸！不是给你的，不是给我还能给谁？在场的不就我一个老板？你是老板没错，可你姓李不姓石的。不是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爸送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之前是你爸送，现在不是了，因为你没爸。老东西，你敢咒我？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是跟个炮仗一样？就你这，到时候别给自己气死，不然啊，到时候就不是爸没了，而是你爸炸。你。不用看了，老爸这性格又回来了，对味儿了，就是这种老顽童的感觉。不是你说什么呢？哼。不跟你扯这么多，快把我给儿子准备的礼物端上来，给他看看。不错，签的就是我石景明的名。还真是他的，看来这一定是哪位大人物给我儿子的。到时候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。慢着，你不是李景明吗？什么时候又改名了？还是说你换姓跟换爹一样快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什么都蹭啊？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能注意到你，就能给你养老钱，不可能！这些随便一件东西都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了。我需要你的养老钱。老东西，我看你是得失心疯了吧？这是我爸给我准备的，不是你给的。哦，你给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果然当爹的脸皮厚，儿子也不例外。算了，爸，我看他就是气得脑子不清醒。不用理他，我去拿礼物。你摁个头啊！给我啊！没有石总的命令，我谁也不给。那好，我现在命令你给我。石总要给他吗？你叫他什么？石总？给他？还是算了吧。我把这些东西随便丢给路边的一条狗，都会摇尾巴向我讨好。给了他，指不定还要反咬一口呢。收起来吧，这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收起来？爸，你快让他们住手啊！我哪有这本事啊？算了，儿子，这帮狗东西不懂事儿，咱不要了。我还给你准备了别的。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你这辈子也就是个打工的。何必跟他怄气，跳梁小丑罢了。走。这群吵人的臭虫终于走了，接下来宴会正式开始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我是珠宝集团总裁石书瑶，给我买下天豪酒店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个石不凡刚刚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宴会到此结束，请各位离场。你个臭保安，说话注意点，我可认识你们王老板，我们老板不姓王，还请大家尽快离开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干嘛？不会轻点吗？你们老板就让你们这么待客啊？有什么问题跟我们石老板说去吧，赶紧滚！
石老板。看老爸这样子，恢复得很不错啊，还以为要伤心难过一段时间呢。我什么心态，你们仨又不是不清楚，就当是个屁放了就完事儿了呗。老爸，那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？我决定重回鉴宝业，不然一天天的都要呆废了。老爸，你都20年没见过宝了，能行吗？再怎么说，老头子我也是特级鉴宝师，就算20年没出过手，也比你这个小小的1级要厉害。哈哈哈，总算是把你的新公司给开下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是时候去拜访一下泰尔教授说的特级大师了。这大师我倒是听说过，不过他不是已经退役了，我们能见到吗？其实我也没把握，不过既然教授说了，见一见总没有坏处，反正又不会损失什么。行，听你的。怎么样，儿子？是这儿吗？没错，跟教授发的位置一样。不是我说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，走哪跟哪？知道这是哪吗就敢闯？我家啊，还能是哪儿？这可是特级鉴定大师的住所，你家在垃圾清说站，臭烘的，赶紧滚！看你这一身穿的什么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稳重。哈哈哈哈！我看啊，这又是他从哪个垃圾桶捡来的，随便就套在身上了。走吧，爸，别跟这个收破烂的浪费时间了，快进去看看大师在不在。听二位说，是我家主人的一位老朋友介绍来的。没错，不知大师在吗？实不相瞒，大师已经20年没有回来过了，让二位失望了。我去给教授打个电话，问一下情况。我也过去看看。教授有说什么吗？没有，这个点教授在睡觉呢，没接。那看来只能等有机会得了。二位留步！大师回来了，想必是听说了这位少爷的关系，特意回来的。太好了，景明，没想到你面子这么大，竟然能让沉寂了20年的特级大师出山。想必一定是大师知道了我是教授的亲传弟子，认为我未来一定可以在海城闯出一番轰动，特意为我出山的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走吧！二位，请跟我来。这个不是刚刚那个收破烂站的地方吗？好的，还请您向大师通告一下吧。大师，人已经带到了，要让他们进去吗？进来吧。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大师您好，我是泰尔教授的亲传弟子李景明，受他的意，请您来为我的新公司坐镇。李景明，我这里没有这号人啊，你是不是找错了？既然找错了，那两位就请回吧。哎，大师，那我问一下，您要等的是？石景明。不过既然你们不是，那就请回吧。管家，请坐。大师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我儿子在没出国前被一个捡垃圾的拐走了，就跟他姓了，所以那时候登记的姓石。拐走？哦，对，我之前被一个捡破烂拐走了，不过好在上天有眼，让我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，并带我出国，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哦，有多精彩？那时候香槟泡脚、豪车带洋妞天天围着我转，是我以前在国内从没享受过的。而在国外从没让我儿子受过，就像他国内的那个猪哥养父。你也是这么认为？当然了，就我这收破烂的养父，因为自己膝下无儿无女，老婆还被自己克死，为了逼我给他养老，天天死皮赖脸的黏着我。
说什么？我说我那个养父当初养我就是为了利用我，想让我给他养老。给你养老？那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养父在没有你之前过得有多幸福？要不是为了维护你那可怜的自尊，他早就想轻浮去了。得了吧，就他还想轻浮，没冻死在路边都算老天开眼了。这些跟请您出山有没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只要你们有了泰尔的授意，我就会去你的狗屁公司做任当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是觉得哪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可以直接说出来，没必要藏着掖着吧。做的不对的那就多了去了。还请大师明示。忘恩负义，大逆不道，狼心狗肺，这些都形容不了你的半分恶劣。大师，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吧？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确实，大师的身份是第一次。父亲，石不凡，怎么是你？大师呢？老东西，你别闹了！这次的机会对我很重要，赶紧滚！在大师来之前，我不找你的麻烦。看看你现在的性子，变得这么暴躁，成了小炮。我没时间在这听你说教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可是特级认定大师的办公室。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，但我劝你赶紧滚。我的办公室，我为什么要滚？老东西，你什么德行我还不清楚吗？每天跟垃圾混在一起，还说是你的办公室，你怎么不说你就是特级大师啊？你年轻，入行浅，不认识我很正常。你大可以找一位资历比较大的人来亲自验证。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？给我等着！墨川大师您好，这边有位收破烂的老头一直在抹黑珠宝行业，还冒充特级大师，还请您来评评理。什么？竟敢冒充我墨川的恩人！等着，我马上来。莫大师马上就来，我倒要看看你到时候该怎么圆。墨川，这么多年他还成大师了，看来这珠宝界的水平真是越来越低了。我看谁敢冒充特级大师，想死了不成？莫大师，就是那个老东西。怎么墨川不认识我了？莫大师来了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装得下去。墨川，他们是小辈入行晚，资历浅，没认出来我很正常。但你可是行业的老前辈了，总不能连我都忘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难道这老头真的有点东西？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年你到我家收过垃圾，还敢在这冒充大师？我就说嘛，他一个收破烂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大师？你个收破烂的，还敢在这冒充大师？莫小川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！大胆，你竟敢这么称呼莫大师！慢着，你怎么知道我叫莫小川？这可是那位对我独有的称呼。怎么样，石大师，这次收的货够正吧？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？莫小川啊，莫小川，你看这里，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有杂质的，这次又看走眼了。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我还指望拿这笔钱给我妈治病呢。不过，看在你有这个孝心的份上，这块我愿意给你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加200。谢谢石大师，我莫小川代我母亲在这给您磕头了。大师，真的是你。莫大师，你不要被他给唬住了。他说的那些称号，在网上稍微用点心都可以查出来的。对啊，莫大师，你想一下，如果他真是特级大师，怎么会是现在这个矬样？你见过那个大佬跟他这收破烂的气质一样？的确不像，衣服可以模仿，但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。他身上缺少大师独有的自信。说的不错，气质的确是与生俱来的。可当你被生活琐事缠了半辈子，再强大的人都会变得跟普通人一样。少贫嘴了，搞得你好像之前多伟大一样，都被莫大师拆穿了，嘴还这么硬。不是我说啊，人到中年活到你这个份上也算可以了，不仅没一份正式的工作，而且整日谎话连篇的。既然你们几个没脑子，那我就找一个有见识的过来。是珠宝协会吗？给我把会长王成岩喊过来，就说石不凡要见他。你看这个老东西还装上了，还珠宝协会。等等，爸，他说的那个王成岩好像真是珠宝协会的现任会长。你怎么觉得现任会长是王成岩？这些东西都是不外传的。
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外传的，但我是行内人，而且这个消息是他王承言亲自上门拜访告诉我的。你个老东西，在莫大师面前还敢吹牛？就是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就你这个挫样，就算真的把会长喊过来，也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到时候会不仅你特级大师的谎言被撕得粉碎，而且还要承受珠宝协会的怒火。就他还特级大师，我今年都50了，还只是一个1级，像他这样都半截入土了，怎么可能是特级大师？怎么可能是特级大师？就凭你的天赋，要不是当年我的指点，你个笨蛋，到80都不可能是1级。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！信不信我让你下辈子连捡破烂都是奢望？会长，就是这里了。会长，到底是谁这么大的架子，值得让您亲自来见？是那位年少成名的特级大师的，已经隐退20年了，今天突然召见我，肯定是要紧的事儿。走。信不信我让你下辈子连捡破烂都是奢望？口气大得很啊！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连捡破烂都是奢望。少在这嘴硬，等会长来了之后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收什么场？别耽误我见石大师，赶紧滚蛋！石大师，会长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我就姓石。你？石大师，我终于见到您了！我终于见到您了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喜欢哭鼻子啊？会长，您是不是认错了？他明明就是个收破烂的。我告诉你，眼前这位石不凡先生，不仅是国内唯一特级鉴宝大师，更是我入行的领路人，整个珠宝界无人不敬。会长，他就是个捡破烂的穷酸老头啊，怎么可能是特级大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打我记事起，他连件好衣服都舍不得穿，天天捡瓶子，怎么会是您说的大师？莫川，那可是你妈的救命恩人，亏你还是个1级鉴定师，这都认不出。是您，真的是您，石大师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您当年帮我渡过难关，我该死，我有眼无珠。石大师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当前的情谊上，您原谅我这一次。不必了，当年我帮助你是看你有孝心，可现在你趋炎附势、助纣为虐，早不配做我的故人了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做！从现在起，撤销莫川一切职位，行业内永久封杀，一切听您的。大师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求您饶我这一次。我母亲还在医院等着用钱呢，我不能没有鉴宝师的身份呢。这还不都是你自找的，怨不得别人。是你们，都是因为你们2个白眼狼，你们让我得罪石大师，我好好的1级鉴宝师全被你们父子毁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好好的1级鉴宝师全被你们父子毁了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疯了，真的疯了！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活！今天就拉着你们一起陪葬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是你自己有眼无珠！来人，莫川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拖出去！你警员李天强，你俩会遭报应的！我听说最近海城又开一家新的珠宝公司，想必是2位吧？怎么了？看来是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全国珠宝行业全面封杀李景明的公司，从今往后没有任何一位鉴宝师、任何一家机构和你产生任何合作。全行业封杀？不可能！我的公司，我的事业，石大师，我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求您封杀我后尾条，我错了，求您跟您高抬贵手。我隐去身份捡破烂养你15年，不是我求，是怕你自卑，怕你压力大。可你呢，一朝得志，马上就忘恩负义，甚至养育之恩都能抛到脑后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的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我明明可以有光明的未来，可你偏偏要搞什么穷养，才导致了今天这个情况。可你偏偏要搞什么穷养，才导致了今天这个情况。都是因为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当穷小子养，让我被人嘲笑，被人看不起？他爸是捡垃圾的，他也是捡垃圾的，大家都别和他玩。
你知道我小时候多苦吗？穿旧衣服、破鞋，还被同学笑话是捡来的，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吗？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你自己。为什么穷养你？那是因为你被亲生父亲抛弃后，变得多疑敏感，生怕自己做错什么再被抛弃。我一旦亮出身份，你只会更加自卑，更加小心翼翼。儿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若让你从小锦衣玉食，以你的心性只会因此变得扭曲，会觉得一切事情由我撑腰，会变得嚣张跋扈。所以我穷养你，不是苛待你，是在磨你的性子。那你明明是特级大师，为什么不教我？你要是直接教我鉴宝，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不是我不肯教，是你的天赋太低，硬教只会害了你。我只能把本事藏在日常里，潜移默化的带你。你胡说！我儿子天赋绝顶，怎么可能低？分明就是你不想教，故意的毁他前程。你真以为他能在国外突飞猛进是天赋异禀吗？不然呢？我儿子随了我聪明点不是很正常？随了你，景明他天赋本就普通，在国外学得快，不过是把我从小埋在他骨子里的东西重新捡起来而已。爸爸，你看这2个玻璃珠子都是我花5毛钱买的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要比这个好看啊？你看啊，景明，这个里面的花纹虽然很花哨，但是它的种水就很一般了，有很多杂质。爸爸，什么是种水啊？种水啊，就像爸爸和景明的脸蛋儿一样。爸爸的脸蛋儿像石头，摸起来糙糙的，但是景明的摸起来就像果冻一样滑溜溜的。爸爸的脸才不糙呢，爸爸也是果冻。我伪装捡破烂，带着你辨材质、看纹路、分年代，哪一次不是悄悄教你门道？你今天能开公司、懂鉴定，那是我10几年手把手把你教出来的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儿子有今天，全是我花钱供出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过就陪他在国外吃吃喝喝的玩了几年，不然你真以为凭他的天赋吗？真能让泰尔看上？那是我暗中操作的，你不过就是个摆设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原本计划等你留学回来，就把特级鉴宝师身份与所有资源都给你，让你成为下一位万众敬仰的大师。可你偏偏嫌贫爱富，亲手把自己的前程毁了。大师，本该是我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贪慕虚荣，不该不认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石大师，是我糊涂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您饶过我们这一次吧。我本打算等你留学回来，就把我所有的本事都传给你。你要知道，只有跟着大师才能成大师，跟着他这样的人，注定只能是下一个废物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手里的古董资源、行业人脉，本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只要你踏实跟着我，付出3年，珠宝界没人敢不敬重你。你偏偏选了一条歪路，亲手扔掉了我准备的一切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鬼迷心窍，不该嫌你穷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，石大师，他真知道错了，年少不懂事，都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教好，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教教他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该嫌你穷，不该嫌弃你捡破烂，不该被这点利益迷了心窍。我错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公司不要了，身份不要了，名声也不要了，我就想跟着你，哪怕继续捡破烂、扫大街，给你端茶倒水都行。求你别不要我，别赶我走啊！晚了，把这2个人给我丢出去，从今往后不许他们再踏进这里一步。石大师，饶命啊！爸，我真的错了。爸，求您开门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不好了，爸，我们公司被珠宝协会彻底封杀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大个公司说没就没了？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给投了进去啊！是真的，手机上全是封杀通知，我们的公司被彻底拉黑了。我看看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都怪你，要不然撺掇我嘲讽石大师，我们能落到这地步，凭什么怪我？明明是你自己趋炎附势，现在倒打一耙。老爸，我们可看到新闻了，
那个小畜生的公司刚开起来就被珠宝协会宣布封杀了，是不是你的手笔？你们3个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错，是我弄的。太好了，老爸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外公布您的身份了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准备记者发布会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也不必如此声张啊，发条公告不就好了吗？你说呢？好，老爸，你说啥就是啥。我们也来。房子、公司全没了，就连这破手机都没电了。别抱怨了，儿子，还是赶紧找下个桥洞吧，不然晚上又该没地方睡了。对了，儿子，你不是会鉴宝吗？凭你的本事，在石氏珠宝不是随随便便混个经理的职位。不过上次宴会上石总好像对我们有点不满意，这事儿能行吗？怕什么？你可是留学生，在哪儿不是人才？再不济，我们带点东西过去，我就不信他会不动心。可咱现在吃饭都是问题了，哪还有钱买东西啊？对了，我之前不是给你买了个手串吗？把它卖了，不就有钱了？对哦，30万就算再贬值，也能换个10万8万的吧？老板，你看这个值多少钱？好货。这东西前几年倒是流行，不过现在嘛不行了，而且这里还有杂质，质感不行。你要出的话，我最多给你800。多少？800？这可是当初30万买的，你就给800？就这玩意儿，你花30万，真是瞎了眼了。就800，你卖不卖？不卖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行，800就800。走，先去买礼品，等把工作搞定，吃顿好的。就这么点东西，竟然敢要我780？没事，儿子，淡定，儿子，舍不着孩子，套不着狼。为了你的工作，这点算什么？想必这位就是3位美女的父亲石不凡了吧？果然跟网上描述的一样，太有气质了。什么？这老东西是石总的父亲？什么？这老东西是石总的父亲？奇怪，听错了吗？石总，网传您的父亲就是国内顶尖鉴宝大师石不凡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正式向大家宣布，石不凡大师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也是我们石氏珠宝幕后的特级鉴宝顾问。还有我，石不凡大师也是我的父亲，能有这样的父亲，我们很骄傲。以后我父亲会正式驻驻石氏珠宝，带领我们做好每一件珠宝鉴定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们再怎么求，石淑妍也不会要我们了。既然我不好过，那大家就都不要想好过了。儿子，你小声点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是石不凡害的，是他毁了我。儿子，你别冲动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不是很在乎他的女儿吗？不是很风光吗？就让他尝尝失去最在乎的人的滋味。石不凡不是最疼他那3个女儿，那我们就把他女儿绑了，让他把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给我们。不行啊，儿子，绑架是犯法的，会坐牢的。犯法？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要么饿死街头，要么拼一把。只要绑了他女儿，我们就能翻身。可具体怎么办呢？等石不凡离开，我就说我手里有石不凡早年鉴宝的机密，还有他当初的黑料。现在石不凡正处于风口浪尖，他们肯定会来的。这能行吗？他们会不会起疑心？爸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仨还有点事儿。石婉晴，我手里有你爸石不凡的鉴宝机密，还有他当年的一些隐情。你要是不想他身败名裂，你们仨就来城东废弃仓库，别带任何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敢？我什么都没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这能行吗？放心好了，他们既然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就一定在乎他的名声，关心则乱，肯定会来的。儿子，他们真会来吗？我心里慌得很。放心好了，肯定会的。等他们一进来，别废话，直接敲晕。证据呢？把我爸的证据交出来，别耍花样！你要是敢毁我爸名声，我们跟你拼命！赶紧拿出来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报警。
是你，李天强！想不到你这大明星竟然还记得我。当初打我巴掌的时候，没想到有今天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别乱来啊！干什么？当然是可算报了仇了。石不凡，你3个女儿都在我手里，咱们聊聊怎么样？李景明，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想救你女儿，就把10世珠宝全部市值交出来。另外告诉你，3个你只能选一个，你也好好品尝一下绝望的滋味吧。李景明，你畜生！闭嘴！再吵，现在就废了你！我3个女儿，一个都不能少，条件你随便开，只要我能满足。好，真是父女情深啊！那我要你的命，你也能给吗？可以，位置给我，地址就在城东废弃仓库，你一个人来，不准带任何人。要是敢报警，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。纯续卡账户收入人民币180亿元。没想到啊，石书瑶，你这集团这么值钱呢，价值180亿呢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我们快走吧。走啊，还等什么你呢？你不会真的想要那老东西的命吧？我当然不会要。那就好，不杀人就好。我要他石不凡，眼看着他女儿一个个倒在他面前，我要让他后半生在绝望中度过。别做傻事，钱都已经给你了，还要怎么样？做的傻事已经够多了，也不差这一件了。住手！石不凡，你可算来了！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，把你3个女儿一个个杀掉，让你也知道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景明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事慢慢来好吗？不，我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你这个所谓的特级大师，在失去一切后，会不会跟我一样变得抓狂？景明，你不就想看我出丑吗？我已经跪下了，你还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我求求你，别伤害我女儿。爸，你别这样。没想到特级大师的也会有求人的一面。景明，现在能放了我女儿了吗？我可以替代他们作为你的人质，放了他们。你就这么信任我？你不怕我把你们4个一起绑了？我怕，可我更怕他们受伤。如果我做的能帮到他们，身为父亲总归是要顶上去的。好一个身为父亲！石不凡，我很好奇，如果被绑的是我，你会不会也这样求别人？当然会，你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办法做到无动于衷。又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要是真的在乎我，就不会让他们过得锦衣玉食，而我只能活得像个阴沟里面的老鼠一样。景明，你一直误会了，舒瑶他们小时候更苦。我早年丧妻，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长大，好在他们独立的早，没让我多操心。小弟，你不知道我们3个有多羡慕你。从小爸爸把你当成宝供起来，那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。对啊，那时候爸爸要把自己的爱掰成3份，到了你这里，你独自一人全占了。儿子，别听他们瞎说，你想想他们现在个个锦衣玉食，你再想想你。老东西，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跟老爸没有半点关系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在事业从没给予过他们任何帮助，除了你，我不仅给你传承玉佩，而且托泰尔教授好好照顾你，就是让你能过得好一点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非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之后才告诉我？景明，来得及，一切还来得及。你现在把刀放下去自首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。自首？好，我去自首，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你也不必为我做什么，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景明，回头还来得及。自首？你疯了！180亿已经到手了，要自首你自己去。爸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已经错了，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为什么你眼里只有钱？钱？我这辈子就为了钱。当初养你帮你都是为了能沾光发财，现在钱到手了，我绝不会去坐牢。都别过来！下来，我立马杀了他！快动手！老爸，景明和李天强的判决下来了，一个5年，一个无期。爸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
他自己选的路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爸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把他领回家吗？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我没办法看一个孩子在路边活活饿死。也是，我相信换任何一位有良师的人都会这样选择。好了，这事儿翻篇了，我已经把我名下的所有资产用来建设儿童基金救助会了。至于名字嘛，就叫春和基金会，让孩子们不再有寒冬。那我去准备一下，为这个基金会做下宣传。不急，你们仨天天围着工作转，都多久没出去转转了？正好春天来了，陪我出去散散步吧。好。